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s 修整說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極度核心卻鮮少被多數人質疑的問題。大家可以先在腦海中想象一下，我們現在社會的科技發展真的是日新月異的，對吧？從人工智能到量子運算，人類的知識邊界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擴張。但是，用來承載、審查並且發布這些最尖端科學研究的學術期刊系統，它的底層邏輯與運作機制，其實已經沿用了將近200年，幾乎沒有實質上的改變。我們不禁要問一個非常具有挑釁意味的問題：這個已經200歲的老舊學術期刊系統，是不是正在拖累人類科學進步的步伐？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結構性問題。今天我們就來把這個細縫徹底拆解。為了深入探討這個議題，今天我們選用的核心資料來自於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非常知名的深度探討節目《All Else Equal》。這檔節目的2位主持人分別是華頓商學院的財務金融學教授 Jules Van Binsbergen， 以及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財務金融學教授 Jonathan Burke。這2位都是學術界真正的頂尖大佬。我們今天不僅僅是要抱怨學術界有多官僚，我們更要借用這2位頂尖學者的視角，透過賽局理論與結構性缺陷的分析框架，來深入剖析學術出版系統為什麼會陷入崩壞的死胡同。更重要的是，我們會提出一套具體而且已經開始運作的現代化解決方案。為了讓大家有系統地吸收今天的硬核知識，我們把內容分為6個明確的階段。第一，實體紙本時代；第二，同儕審查危機；第三，糟糕獎勵機制的代價；第四，艱澀術語與資訊超載；第五，群眾外包的專家解方。最後，我們來談談如何修復學術生態系統。我們馬上進入主題。第一部分，實體紙本時代，我們來回顧一下資源與空間絕對稀缺的歷史背景。我們必須先建立一個歷史的對比框架。任何一個制度的存在都有它的時代背景。要理解今天學術期刊系統的僵化，我們得把時間倒轉回50到70年前。在那個年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實體紙本時代，學術期刊的運作邏輯與今天完全不同。當時的系統設計是為了解決一個非常具體的物理限制，那就是資源與空間的絕對稀缺。我們來對比一下1970年代與今天的狀況。在1970年代，列印和派送實體紙本期刊的成本極度高昂，你需要把這些厚重的紙本印刷出來，然後透過船運或空運寄送到全球各個大學的圖書館裡。因為是實體印刷，版面的空間非常稀缺。在經濟學領域裡，大家公認的頂尖期刊可能就只有3到6本。一本期刊一期大約收錄6篇文章，一年發行4期。算下來，一個學者一年只需要關注大約100到200篇頂尖論文。在一天有閒的24小時內，閱讀並過濾這100多篇文章，在人類智力的負荷範圍內是完全可行的。那是一個基於實體稀缺而需要嚴格人為把關的時代。但是科技徹底顛覆了這個基礎。今天我們有了網際網路，學術論文的發布與派送成本趨近於零，儲存空間無限大。結果是什麼？結果就是資訊大爆炸，帶來了嚴重的資訊超載與訊號干擾。當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在網絡上發布成千上萬篇研究時，原本那個靠幾本實體期刊來篩選知識的機制，就顯得非常無力。你再也無法靠一己之力，從海量的資訊中精準找出有價值的研究啦。我們繼續聊下去。第2部分，同儕審查危機，這是一個派送極快、審查卻極慢的災難。如果說網際網路徹底解決了知識派送的效率問題，那麼很遺憾的，用來篩選和策展這些知識的同儕審查機制，卻完全停滯不前，停留在50年前的運作模式。這種派送速度極快與審查速度極慢的巨大落差，在學術界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嚴重瓶頸。為了讓大家具體感受這個瓶頸有多誇張，我們來聽一個驚人的數據：8%。在經濟學和財務金融學領域最頂尖的財務期刊，它的文章接受率大約只有8%左右。這意味着超過90%的頂尖學者心血會被直接拒之門外。在學術界的現實生態中，尤其對年輕的助理教授來說，只要能有一篇文章被這8%的窄門錄取，
往往就能直接決定他是否能獲得終身教職。這是一個足以決定學者整個職業生涯生死的極端機制。當一個系統的通過率如此之低，而且權力又高度集中在少數編輯手上時，它就必然會產生巨大的結構性摩擦力。接下來，這個數據更是讓人匪夷所思：4年，在經濟學領域，從一篇論文寫完，提交給期刊，到經過反覆的審查、修改，最終真正被接受並刊登出來，這個篩選延遲的過程竟然可能長達4年。大家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歷史對比。想象一下，我們現在的人工智慧領域，如果一個科學家發明了全新的語言模型架構，全世界卻要等上4年才能在權威期刊上看到它被官方認可，那這項技術在發表的那一天就已經徹底過時了。相較於現代科技瞬間發布資訊的能力，這種長達4年的知識策展延遲，不僅荒謬，更是對人類知識推進的一種巨大浪費。重點來了，第3部分。糟糕獎勵機制的代價。我們來看看這個被扭曲的賽局理論。為什麼會需要耗費長達4年的時間？這背後其實是人性的問題。我們現在要轉換一下視角，用賽局理論的眼光來看看糟糕的獎勵機制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們常說制度決定行為，在這個崩壞的學術平衡狀態中，編輯和負責審查的委員們其實都只是在做出對他們個人最有利的自私理性選擇。讓我們深入剖析這個系統最致命的底層缺陷。在現行的制度下，負責把關論文品質的審查委員，他們是匿名的，而且是沒有實質金錢報酬的。要認真審查一篇頂尖論文，可能需要花費一位頂尖學者整整1到2天的高強度腦力勞動。既然沒有錢拿，又是匿名，那他們為什麼要花時間做這件事？邏輯很簡單，在缺乏直接報酬的系統裡，唯一的誘因就剩下權力關係。審查委員真正的動機是為了要讓掌握生殺大權的期刊編輯留下好印象，因為審查委員自己也是學者，他們未來也希望自己的論文能被這位編輯青睞。所以，審查委員的目標不知不覺中從幫助作者提升論文品質，變成了向編輯證明自己很聰明、很有能力挑出毛病。這種扭曲的誘因直接產生了一個極度折磨人且毫無效率的修改回圈。我們來詳細拆解這個回圈的4個步驟。第一步，作者提交了辛苦多年的論文。第二步，審查委員為了向編輯展現自己的敏銳度，開始在論文裡雞蛋裡挑骨頭，尋找那些容易攻擊但不見得核心的瑕疵。第三步，因為期刊接受率極低，作者為了保住飯碗，完全不敢反駁，只能被迫接受這些可能毫無意義的修改意見，加入大量不相關的內容。第四步，這個過程會來回重複2到3輪，每一次來回都是幾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流逝。無數年輕有才華的學者，把他們人生中最具創造力的黃金歲月，全部消耗在這種為了滿足匿名委員虛榮心的無效勞動中。這對科學界來說，真的是難以估計的損失。第4部分，艱澀術語與資訊超載，這正是學術圈正在承受的負面外部性。這種扭曲機制的後果，不僅僅是折磨了學者本人，它其實對整個學術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當每一篇論文都被迫加入大量為了防禦批評而寫的廢話時，整個學術生態圈就會遭受到經濟學裡所說的負面外部性。我們先從口語上精確定義一下什麼是負面外部性。你可以想象一家工廠為了省錢而排放廢水，周遭的居民並沒有參與工廠的交易，卻被迫承受污染的代價。把這個概念套用到學術界，作者為了討好挑剔的審查委員，被迫在論文裡塞進滿滿的冗長且不相關的文獻回顧與防禦性論述，結果就是無辜的讀者成為了最大的受害者。讀者被迫要去閱讀一份長達上百頁、晦澀難懂、廢話連篇的文件，只為了在裡面找出可能只有2、3頁的真正核心價值。學術這條河流就這樣被無效的術語給嚴重污染了。我們來具體盤點這個危機所產生的幾大病症。首先，論文長度呈現天文數字般的暴增，完全失去了精煉溝通的本質。其次，清晰的科學論述被難以理解的學術黑話與術語給取代。再者，因為沒人有時間看完100頁的論文，大家只看摘要跟前言，
這導致許多研究者開始寫非常浮誇、吸睛的前言，借此來掩飾後端科學論證的不嚴謹。最嚴重的是，因為整個系統的運作速度太慢，導致已經出版的論文即使有致命錯誤，也無法被及時發現與修正。在史丹佛大學的這場對談中，就舉了一個真實的案例。有一篇刊登在頂尖經濟學期刊的理論論文，竟然被發現它最初設立的幾個假設在數學上是完全互相矛盾的。雖然有其他專家發現了這個致命錯誤，並發布了筆記，但因為學術界的資訊傳遞效率太差，編輯根本不知道這份筆記的存在。這篇有致命瑕疵的論文就這樣堂而皇皇地被出版了。面對這樣千瘡百孔的系統，我們該怎麼辦？史丹佛大學的 Jonathan Berk 教授說了一句非常一針見血的話，這句話徹底點出了問題的解方方向。他說，網際網絡已經非常明確地向我們證明，當人們處於匿名狀態時，他們就會表現出不當的行為。這句話非常強而有力。既然匿名是導致審查委員不負責任、胡亂挑剔的萬惡之源，那麼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匿名的保護傘，重新校準系統的獎勵機制。這也是所有現代化社會建立信任的基礎。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第5部分，群眾外包的專家解方。我們來看看知情對話這個新平台。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批評，我們必須看見未來。為了解決這個200年的歷史共業，幾位頂尖學者聯手打造了一個名為“知情對話”的全新平台。這不僅僅是一個網站，而是一場透過科技介入，試圖將學術界的誘因機制重新導回正軌的重大實驗。我們將它稱為群眾外包的專家解決方案。讓我們在腦海中直接將傳統的舊系統與這個全新的機制進行深度的對比。在傳統的舊系統中，審查是匿名的，沒有實質報酬的，權力完全掌握在單一編輯這個守門人手中，而且每一篇提交的論文都會被強制分配給審查委員去尋找錯誤。相對的，在知情對話這個新系統中，一切都攤在陽光下，審查是實名的，學者必須用自己真實的學術聲譽來為評論背書，這大幅降低了惡意挑剔的可能。權力不再集中於單一編輯，而是透過專家的群眾外包與演算法策展來決定一篇文章的價值。群眾的智慧正式取代了單一守門人的偏見。在這個新系統中，有一個觀念出現了根本性的典範轉移，那就是對糟糕的評價的重新定義。在傳統系統裡，一篇論文即使再平庸，只要你繳了報名費，期刊編輯就有義務找人來批評你。最終在折磨你幾年後，給你一封嚴厲的拒絕信。但在新系統裡，文章並沒有天生就必須被審查的權利。就像現實世界中高效率的市場一樣，注意力是最稀缺的資源。如果你發表了一篇論文，結果在整個專家社群裡引發不了任何討論，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去閱讀或評論，那麼這種完全沒有關注、徹底的冷漠與沉默，就是最真實也最有效率的拒絕。系統不強制分配關注，市場的注意力本身就是最殘酷也最精準的過濾器。第6部分，修復學術生態系統。我們要重塑知識的價值與傳遞。當然，講到群眾外包，很多人立刻會聯想到現在社群媒體上的各種亂象。學術界畢竟需要極高的嚴謹度，如果完全開放，會不會變成另一個充滿酸民與假信息的網絡論壇？因此，新系統必須設立強而有力的護欄，來確保它是在修復而不是摧毀學術生態系統。這套新系統的防線設計得非常精巧。首先，它的演算法策展是基於研究主題的相關性，而不是基於意見的極端程度。這避免了演算法為了騙點擊率而推播極端言論的社群媒體弊病。更關鍵的是，雖然這個平台上的所有論文與評論，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閱讀，但寫下評論的權利是被嚴格限制的。只有來自全球受認可大學、經過身份驗證的真正學術專家，才有資格在平台上發表評論。這道防火牆確保了權力依然掌握在具備專業素養的學術共同體手中，徹底阻絕了外行人的干擾。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來統整這個新平台為學術界帶來的實質功能。它會根據學者過去的閱讀與引用記錄，提供個人化的演算法首頁，精準推送你真正需要的高質量研究，徹底解決資訊超載與訊號干擾的問題。
在實名之下，學者透過撰寫高質量的評論，可以內生地建立起自己的學術聲望。此外，這個系統還能完美無縫地整合進各大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審查流程中，為會議主辦方省下海量的行政分配時間。這不僅僅是一個發表平台，它是一項服務於整個學術圈的強大基礎設施。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知識傳遞載體的革新，都會帶來人類文明的躍進。從竹簡到紙張，從印刷術到網際網路，現在終於輪到了學術界的底層運作邏輯。我們不禁要思考，這種基於實名制、專家群眾外包、由演算法輔助的新形態模型，是否真的能成功瓦解那道已經矗立了200年的學術守門人高牆，讓科學知識的碰撞回到最純粹、最高效的狀態？這是一個值得所有知識工作者持續關注的巨大變革。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傳統學術期刊因匿名審查與單一守門人機制，造成嚴重的效率低落與知識扭曲。透過實名制的專家群眾外包與演算法策展，我們能重新校準學術誘因，用市場真實的關注度取代強制審查。這不僅解決了資訊超載，更是讓知識傳遞重返高效與透明的關鍵解方。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來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